英国官方为什么要求日本帮英国建设 5G 网络？为何美国人发现英国的决定不对劲？这是一个针对美国的阴谋吗？在英国官方决定将大不列颠改为小不列颠，追随美国对华为出手之后，一个蹊跷的消息7月19日被媒体披露，英国官方要求日本在没有华为技术的情况下，帮助英国建立 5G 无线网络。消息来源为日经新闻，报道指出，英国寄希望于日本的 NEC 和富士通2家公司，这增加了观察人士的疑惑。据媒体6月份公开报道，全球 5G 必要专利排名，华为以 15.87% 位居第一，中国企业占据 33.31%。前10排名中，日本有2家企业，一家是夏普，另外一家是 NTT Docomo， 2家企业一共有 8.58%， 低于韩国、美国、芬兰等国企业。这就让人有点看不懂英国官方的操作。为什么英国人向日本求助的是 NEC 和富士通？至少在专利技术上，这2家企业连全球前10都没有进。另外一个蹊跷是，实际上美国在 5G 专利方面并非一片空白，也不是传言中那么的弱，占据了必要专利的 14.11%， 仅次于中国和韩国。那么既然是美国人让英国人拒绝华为 5G 的，那么为什么英国人不要求美国人帮英国人建设 5G 网络呢？有意思的是，英国拒绝华为的消息在美国媒体报道之后，评论区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欢呼雀跃，而是不少美国人发现有那么的不对劲。英国的决定看起来像是针对美国的阴谋吗？最热评论指出，我想知道为什么英国更愿意与日本合作，而非诺基亚和爱立信？的确，为什么英国不直接选择2家欧洲企业？有美国人指出，有趣的是，日本和美国甚至没有制造 5G 的设备。另有美国人发现，英国拒绝华为的文件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规定，比如说2021年前拒绝购买，现在还剩半年时间，签订了协议，是不是可以继续供货？比如说拆除华为设备在7年之后，这是准备届时升级6G 吗？一位名为艾里克的美国人直接指出，如果特朗普输掉大选，英国将会重新使用华为。分析指出，实际上英国这些年活得挺不容易的，为了达到削弱欧盟的目的，在美国人控制的媒体鼓噪之下，英国人真的脱欧了。脱欧之后的英国人在美国面前更没有了尊严，英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人面前不值一提。讲一个笑话，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从2017年开始就计划来南海一游。